谢礼不够。阿爷，齐风，他叫白硕，是我喜欢的人。我今天带他来见你们了。晚辈白硕见过阿爷，上一次见您不知道您是谁，冒犯了，还请您见谅。范月也是我喜欢的人，您放心，以后我会陪在他身边，照顾他，保护他，不让他生病，不让他受伤，也不让他难过。我会陪着他，一直长长久久地走下去。我今天带你来这里，是想告诉你我的一切，也是想让你明白，我也视你为家人。往后无论面临怎样的为难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所以你不必因为我掉星而自责，掉星是为了你我的共生。可是心没了，你会死。置死地而后生，这不是你常干的事吗？范月，你别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。我想和你一起活，不谈亏欠，不计利弊的一起活，好吗？白泽覆灭，你失去了最亲的人，从一个少年成长为现在的妖王。世人只看到你的耀眼和光芒，却不知道这一路你究竟扛了多少苦与罪。不重要，那些苦与罪都过去了。不，还没有过去。七星燃魂不减，你又怎得安泰？范月，我会努力变强，尽快激起5念。你一定能如你阿爷所愿，好好活下去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出来看看，到底是谁这么刻苦，半夜还偷偷练剑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以后所有的路都要一起走。我想成为能和你并肩作战的人，所以我不能一直活在你的保护和羽翼之下。但也不能急于求成啊。我知道，不过互作爱念入体之后，我觉得我有些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？我感觉我的体内好像有一股力量在逐渐滋生，不是一王剑的外力，而是由内而生的一种，我也说不好是什么。无念时吸到3念，竟然在你体内催生出了灵力。灵力？你凝聚心神，将你感受到的力量运入丹田，然后再运化至掌心。这就是灵力，是我白硕自己的灵力。当初在妖族，你无法修习妖力，所以我送你去老龟那里拜师学艺。但有一样东西，我可以教你。什么？与强者打斗，若力量不及，可用最快的速度出其不意，攻其命门。只要你能抓住他唯一的破隙，一击必中，视为杀招。
便能死中求生，反败为胜。可若我的对手是郑宇呢？他也一样。可这只是招数，他妖力高绝，就算我发现他的破隙，也无法击破他的命门。但你别忘了，你还有无念石之力。当你把所有的力量都汇聚于这一世，别说是振宇，就算是我，你也有7分机会可斩之。真的吗？想要以人胜妖，自然是没那么容易。但你要记住方才的感觉和招式，领悟其中的诀窍。只要你勤加苦练，辅以无念石之力，总有一天，就算是对上妖王，你也能一战。你就这么相信我能行？这一路走来，你已经给了我太多惊喜。我相信你，无关无念石，也无关一王剑，而是你足以被相信。飞月，谢谢你。怎么谢呢？谢礼。不够。你回去歇着吧，我来。妖王也会心疼人啦。我何时没有心疼过你啊？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我的宝贝徒儿就真的要被人给拐走了。怎么？你有意见？不准吓我师傅。是。可以呀，徒儿，这堂堂的极域妖王皓月店主被你吃得透透的，拿捏得死死的呀。怎么突然默默回房？有心事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担心。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你不必为任何事情担心。十族突发命案，藏父下落不明，藏母直奔你求助而来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袖手旁观，可我总隐隐感到一丝危险。我是藏山的店主，藏母向我求助，这不也是在情理之中吗？可是你现在只剩2颗星，想让我掉星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不想因为害怕危险而变成一个畏首畏尾的人。别说，无念石又给我画面了，我看到了一个怪石嶙峋的村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看见的村落，应该就是始祖。藏母来，无念石开，一切似乎并非偶然。宁安城的善念，义城的杀念，静幽山的爱念，可都是见了血的。剩下的贪和恨，听起来都不是什么好念。十足之险，我去便可，你留在不羁了。我现在不再是从前弱小的白硕了，我可以与你一起，你断不能再掉星了。你现在虽有力量，但无念石也不会再主动保护你了。那若有万一，即使万一，那便无法预料。我不可能永远不出门，不见人，
不做事吧。逃避可不是我的性格。再说了，越多的极道念，我的力量也会越强。只要我足够强大，我就是我自己的保护罩，就像你一样。极域妖王何时需要外物保护了？现在我是说不过你了。店主，白叔，我想好了，我家的事情我会自己解决，解决完之后我再跟你们会合。下一念，在始祖。大胆！那是陈烨妖君种的灵草，你快放下！福灵妖君受伤了，他需要这灵草。他在公主那都失宠了，还想用灵草？哎，你干嘛？哎，走开！你怎么了，福灵？福灵，怎么这么疼？福灵，福灵，你怎么了？味道越深越深越喝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这句话？是谁告诉你的？是谁告诉你的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家家训？你说呀！你为什么会知道我重家家训？身为仙家，当以天道之道为道，曰善，曰圣，曰和。娘，爹，昭儿记得对不对？好，昭儿全说对了。这是我们重家的家训，立誓修仙当以此为准，记住了吗？昭儿记住了。这家训只有我和我父母知道。难道你认识我父母？什么父母？我没有父母，我父母10年前就抛弃我，是师尊将我救回了冷泉宫。10年前？你是10年前来的冷泉宫？那之前呢？我不知道。那10年前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只有到冷泉宫之后的记忆。我头好疼。那把刀。为什么又看见白霜那把短刀？那两个女孩，到底是谁？短刀，2个女孩。傅灵，你究竟是谁？飞跃！什么都不用说，先平复一下。原来我才是那个刺痛少年。当年护族要抓的人是我。怎么会这样？那阿爷还有白泽的族人？阿爷和族人为了保护我，全都选择了沉默，全都选择了牺牲祈福。阿说，我究竟是谁？刺痛少年又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会为了我而牺牲？我现在的一切，都是启风替我遭受了所有苦难换来的。
不要把罪责都归给自己。无论你是谁，当年的你也是无辜的。你还记得阿叶临终前叮嘱你的吗？他要你好好活着，终有一天你会知道你是谁。你不能因为齐风的突然出现，就将过去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和努力全部抹掉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查清背后所有的一切，保护好该保护的人，努力活着，这才是阿爷在天之灵最想看到的。星星点